平時大家食嘢食到啲碎跌到周圍都係，攝晒喺台面嗰啲窿窿罅罅，懶得去拎個吸塵機嚟吸，但係用手執呢又執唔乾淨。揸車嘅成日都叫人唔好喺架車上面食嘢，唔知點解講極都係唔聽。啲人話哎呀唔會整污糟嘅車呢，係都要食，最後呢總係攝一啲碎喺個梳化度啊窿度嘅。咁所以話呢，手提式吸塵機一定係呢一啲情況嘅救星。所以今日就幫大家揾嚟4款手提式吸塵機，一齊嚟睇下究竟佢哋唔同款、唔同價錢、功能上又有啲咩分別呢？叫得手提式吸塵機，又係咪真係咁方便用呢？開始之前記得要訂閱我哋 AD 研究所，我哋會繼續製作關於家居同埋科技嘅影片，等大家可以做一個精明嘅選擇。今日我哋揾嚟嘅4款手提式吸塵機，包括 Autobot VX Max 便攜式吸塵器、Moscot VC9000、Uffie HomeVac H11 Pure 同埋米家無線吸塵器 Mini。一個好嘅吸塵機呢，我哋之前喺直立式吸塵機呢條片已經同大家講過㗎啦。最緊要就當然係吸力啦，其次就可能係續航力。未睇嘅可以去睇返先。咁但係啦，講到好嘅手提式吸塵機，又係咪一樣夠吸力、有續航力咁就夠呢？手提式吸塵機除咗最基本第一嚿吸力之外，手提呢就當然係要夠輕啦，同埋就係嘈唔嘈啦。可能你會問，嘈唔嘈有幾重要啊？對手提式吸塵機嚟講，大家諗下啦，你用得手提式吸塵機，好大機會呢就係因為冇辦法一個普通 size 嘅吸塵機嘅地方啦。咁往往呢都係因為除咗可能唔夠位之外，都好有可能係因為例如 office 呢啲安靜嘅環境唔容許我哋發出咁大嘅噪音。咁所以手提式吸塵機安唔安靜都好重要㗎。所以一如既往，我哋為咗俾大家清清楚楚咁睇到比較嘅結果，就做咗3個測試。第一個測試就係吸力，大家可以見到啦，明顯 Autobot 呢一下就已經吸到我哋大部分嘅碎碎啦。咁而小米呢都係基本上一下就已經吸晒啲大碎啦，再來回多下呢就已經可以吸到晒㗎啦，基本。而 Uffie 呢都係差唔多㗎。至於 Moscot 呢，大家都可以明顯見到係弱好多啊！見到佢吸入嘅速度呢，真係慢好多㗎，比起其他。第二個測試，重量，包裝上面嘅數字呢，就可能係呃人，但係磅上面嘅數字呢，就一定呃唔到人啦。大家可以明顯睇到最重嘅呢，就係 Autobot 啦。佢要接近成700G 都幾重下㗎，算係唔太方便手提。而望落好似一個玩具咁嘅呢， Moscot 呢一個就只有300g， 輕成一半咁多㗎。嚟到第3個測試就係噪音，有時呢啲吸塵機真係嘈到頭都痛埋啊！屋企有啲貓貓狗狗嘅，分分鐘嚇到佢哋雞飛狗走。Office 用呢又嘈親人喎，所以我哋一齊嚟聽下每一款嘅聲音同測到嘅分貝啦。明顯最嘈嘅呢就係呢一個 Moscot 啦，其他 Autobot 同埋 Uffie 呢都真係不相伯仲，而小米呢更加係做到算安靜㗎。暫時咁齋睇呢3方面呢，可以先同大家做一個小總結。Autobot 雖然就係重啲，但係吸力好，唔算嘈。小米呢就係所有嘢都唔錯，不相伯仲，有吸力啦，唔重啦，又夠輕。而 Uffie 呢就係各個方面都唔夠小米嚟，
價錢呢又差絕喎。不過佢特別個點呢，其實唔係呢一度，不過依家唔話俾大家知住，賣個關子先。至於 Mosca， 佢輕呢就夠輕啦，不過吸力呢就真係唔太夠，又嘈喎。暫時咁睇呢，其實就真係唔太建議啦。咁一齊先睇下暫時最優勝嘅 Autobot， 都講過啦，1分錢1分貨，佢個價錢呢就係要999蚊。為咗對得住佢咁嘅價錢，佢外形呢都係磨砂嘅質感，感覺呢真係特別高尚㗎。不過呢就真係有啲重啦，695 gram。配件方面 ，total 有3個頭，分別就係普通原配吸頭、窄縫吸嘴同埋無刷吸頭。唔同吸頭都有佢哋自己各自針對唔同位嘅功能，例如就係窄縫吸嘴比較長同埋細，咁所以咧就方便吸一啲窿窿罅罅位，例如係窗邊、櫃邊、梳化邊等等。而無刷吸頭咧就適合吸有毛嘅嘢，例如係地氈、公仔，亦都可以吸 keyboard 上面嘅窿窿罅罅。吸力嚟講，其實佢係有3段吸力嘅，分別就係8000 PA、12500 PA 同埋20000 PA， 大家應該都可以見到佢嘅吸力咧，的確好強㗎，成部 iPhone 14 Pro 佢都吸得起喎。但係同時發出嘅聲音咧，聽落都唔會話太刺耳嘈吵，維持喺84至88 dB 左右。對於咁強嘅吸力嚟講，呢一個聲量咧真係算 OK 㗎啦。至於吸一次可以吸幾耐呢？如果用最低吸力咧，就可以吸到50分鐘，係喺4部入邊續航力最高嘅。另外嗰2個吸力咧，就可以吸到22或者12分鐘。萬一真係冇晒電，大家咧可以用 USB-C 嚟插電。Autobot 咧仲有標注到佢係可以支援快充嘅，所以插滿晒電咧就需要3至6個鐘度。平時直立式嘅吸塵機咧要吸得乾淨，裏面嘅濾芯咧都有一定嘅講究。呢一部塵盒咧就有150 ml， 每一次吸完咧都建議倒同埋可以拆出嚟洗。咁而入邊嘅濾芯咧就係用咗 HEPA HEPA 嘅濾芯，咁呢一個咧就唔可以洗啦。不過咧建議用夠一段時間就要拆出嚟換一個新噶啦。其實總結 Autobot 咧雖然係就係重啲，但係吸力、外形等等其他方面咧都做得好好噶。特別需要一提嘅就係，如果大家咧想直接當佢係屋企吸塵機嚟用咧，仲可以加100蚊左右去加購唔同嘅配件，例如係一啲延長管啊等等，咁佢就可以變成一個直立式吸塵機。咁呢一個咧就淨係得佢呢一個牌子先做到啦。跟住就係排第2嘅小米，價錢299蚊，即係平過頭先 Autobot 個3倍咁多㗎。咁但係咧，又絕對唔代表佢嘅功能係廢佢3倍喎。小米呢一部咧，外形係白色嘅圓柱體，明顯咧就係走返佢平時嘅簡約風啦。500 gram 算係一個適中嘅重量。配件方面都一樣係嗰3款，普通就咁咩都冇加嘅吸頭、長管吸嘴同埋無刷吸頭。而吸力咧就係有2段㗎，分別係7760同埋13000 PA， 同樣咧都係吸得起一部 iPhone， 不過咧就好容易跌，冇咁實啦。想買 IP camera 或者係 Smart Home 智能家居產品，可以去到得到 Q Mark 認證 Alenda.com 好貨家。無論係睇姐姐啦、睇老人家啦，要 4K 解像度定係戶外防水嘅 IP camera 咧，都包羅萬有。嗱，佢哋賣嘅 IP camera 咧，最抵咧就係唔使300蚊啦，絕對係初入門者嘅好選擇。如果咧你想揾呢個 HomeKit， 又或者係 Google Home 適用嘅智能燈膽、智能拖板、智能門鐘，甚至乎係大型嘅升降台啦，又或者係電競椅都好啦，佢哋都一應俱全。仲有 OK 便利店自取啦，又或者係上門送貨服務。如果唔肯定咧嗰件產品適唔適合你嘅環境，仲可以揾佢哋嘅 CS 團隊幫手，或者買埋安裝服務，唔使驚自己搞唔掂啊嘛。最緊要就係輸入埋我哋 AD 研究所嘅限時獨家優惠碼 Audience Digest， 即刻享額外嘅95折優惠，快啲 click 入 description box 享用優惠啦！
與此同時，其實非常值得讚嘅呢，就係你以為佢同 Autobot 嘅吸力差唔多啦，應該噪音都係差唔多啩，咁你就睇少咗小米啦。佢嘅分貝呢，就只係81至82 dB， 好適合怕嘈嘅你，又或者有寵物嘅屋企。不過佢嘅續航力呢，就低少少，插滿一次電呢，可以吸大約9至30分鐘左右嘅啫，而插滿電呢，就需要2個鐘左右。如果係吸細範圍嘅話，其實都 OK 夠嘅。至於濾芯呢，就都係 HEPA 嘅濾芯，今次呢，呢一個係可以拆出嚟自己洗嘅。咁官方建議用3個月呢，都要換過個新㗎啦。總括嚟講，小米呢一個呢，就係性價比最高。Autobot 的確應該係各方面最好嘅，但係當然唔係個個人都願意為咗一個咁細嘅手提吸塵機而俾成1000蚊，所以咧小米就應該係考慮性價比嘅最佳選擇啦。齊晒所有功能，性能咧亦都不過不失，重點就係一啲都唔貴啊。至於第3部咧就係 Uffie， 呢一部價錢咧就係528蚊，價錢算係一個中價位。深藍色嘅外形有一種高尚感，另外咧特別要讚嘅就係佢呢個手握位，比較適合平時手握嘅形狀，比較好揸上手噶。特別係600g嘅重量，咁樣嘅形狀揸上手咧真係冇咁吃力噶。吸頭嘅配件咧都同樣係嗰3個：普通吸頭、扁嘴吸頭同埋無數吸頭。今次呢一部嘅吸力咧就只得一個強度，仲要係得5500 PA， 不過實際吸力咧又比想象中好。iPhone 今次就吸唔起啦，不過夠40克嘅嘢咧佢都仲吸得起，吸得實嘅。佢發出嘅聲量咧唔算大，85 dB 係可接受嘅範圍。不過呢一部嘅續航力咧就明顯比較差啦。其他嗰啲咧一般高過5500 PA 嘅都可以吸到30分鐘，但係呢一部咧就只有13分鐘，塵盒咧又得90 ml， 跟住又要叉2.5至3.5個鐘先至叉得滿。我會話係完全唔符合經濟效益嘅。呢一部咧主要賣點就唔係外形，唔係吸力，亦都唔係重量，而係得佢先有嘅功能，就係臭氧功能啦。佢只要開咗臭氧功能，由佢放喺室內20分鐘就可以消毒成個室內空間。呢一個功能對於想消毒房間或者車呢啲比較細嘅室內空間咧，就真係幾方便噶。而且我幫大家聞過，佢陣臭氧味咧係超級濃，唔係嗰啲勁淡味嗰種。而今次咧嘅臭氧功能續航力咧就好過吸塵，佢插滿電咧可以運作15次，所以咧就即係有成5個鐘左右。而 Uffie 嘅濾網咧都係比起其他牌子咧再多咗一層，除咗本身嘅 HEPA 濾網之外咧，仲多咗一層普通濾網。官方咧就建議1星期要洗一次，半年咧就最好要換過個新嘅添啦。Uffie 呢一款咧喺清潔方面咧做得幾全面，不過如果佢只有呢個臭氧功能出色，其他都唔夠其他牌子嚟比嘅話咧，另外買個臭氧機咧可能都一樣噶，所以就唔一定需要選擇佢啦。嚟到最後一款就係 Moscot 呢一個牌子咧，望落真係完全玩具咁款啦，感覺就唔太專業啦，所以價錢可見就只係268蚊。今次呢一個吸頭咧配件就比較多啦，第一次拆開嚟玩嘅時候咧，我都唔知邊個打邊個。其實 total 咧就係有5個，頭3個咧都係之前嗰幾款都有嘅普通吸頭啦、長扁吸頭同埋無數吸頭，而另外嗰2個咧今次就唔係吸頭啦，而係用嚟吹嘅。你可能心諗吓，吹頭唔係吸塵機咩？吹塵機？佢細個尖頭咧就係方便伸入去一啲窿位，吹走啲塵，感覺佢嘅風力咧都還好噶。而另外嘅抽氣頭咧，可能大家都好不解究竟有啲咩用啊？其實咧就係例如去旅行執行李，你將啲嘢擺密實袋入邊，要抽真空嘅話咧，呢一個就可以幫到手啦。不過至於吸力咧，都只不過係得一個強度9000 PA。不過感覺咧反而就冇頭先5500 PA 嘅 Uffie 咁強。我哋吸翻同一嚿嘢，一輕輕揈咧就跌，都唔知係咪真係有9000 PA。
吸力強度唔夠咧，都已經係一個問題啦。佢仲要好嘈，自己個盒咧就話自己少於70 dB 嘅分貝。事實上，我哋實測嘈到有88 dB， 聽到啲聲咧係真係好煩厭。而且咧，佢仲有一個缺點，就係插電咧係用緊 N 年前先用嘅針頭，非常之唔方便同埋落後㗎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呢一個牌子，所有都比唔上其他牌子。最特別咪就係唯有佢嘅吹氣同抽氣功能咯。咁所以大家會唔會純粹為咗呢一個抽氣吹氣而買呢一個牌子呢？答案都好明顯啦。咁就係一次過咧，同大家睇晒呢4個牌子嘅手提式吸塵機啦。大家如果想再清晰啲睇到所有方面嘅比較嘅話咧，就可以睇呢一個表。如果你夠 budget 嘅話，揀 Autobot 咧就一定冇死噶啦。咁但係咧想揀平靚正、性價比最高咧，就一定係揀小米米家啦。咁至於 Uffie， 如果你好在意嗰個臭氧功能，覺得一定要有嘅話，咁就唯有揀呢一個啦。而 Moscow 如果真係想要呢個抽氣吹氣功能嘅話咧，我就覺得寧願去買嗰個好過啦。始終因為佢嘅吸塵功能咧就真係麻麻。咁不過當然啦，始終都係2嚿幾水。如果你話我純粹買翻嚟玩下試下嘅話咧，其實都可以嘅。咁所以最後咧，真係要揀邊個就交翻俾大家自己決定啦。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嚟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拜拜拜拜。